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国防部15号预计，俄军将在5月底至6月初发动新一轮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做出应对，他还谴责伊朗袭击以色列，并表示乌克兰也需要盟友的帮助，抵御来自空中的威胁。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俄军首次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摧毁英国制 L119榴弹炮。此外，俄军还摧毁了乌军国民卫队第13旅的一个营级指挥观察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270架乌军无人机，拦截了6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1门火炮。俄军还用制导航空炸弹袭击了一个村庄，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5号在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俄军将试图加强攻击和进攻行动，乌克兰将做出应对。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预计，俄军将在5月底至6月初发动新一轮进攻。 伊朗近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按以军的说法，99%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被成功拦截，令缺少西方援助的泽连斯基羡慕不已。他谴责伊朗，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盟友的帮助，抵御来自空中的威胁，就像以色列一样。 Весь світ бачить, що таке справжній захист. Бачить, що це можливо. І весь світ побачив, що Ізраїль в цьому захисті був не наодинці. Загрозу у небі знищували і союзники. І 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каже, що союзникам не можна заплющувати очі на російські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це означає, що треба діяти. І діяти сильно. Не риторикою захищається небо. 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每天、每周、每月都在给乌克兰造成重大损害。不幸的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仍然有限，俄罗斯仍然可以获得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所需的关键部件。在此之前，泽连斯基曾向西方盟友喊话：“我们需要防空和其他国防支持，而不是视而不见和冗长的讨论。”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没有狡猾的拜登，俄乌冲突就不会发生，巴以冲突也不会发生，伊朗当日也不会回击以色列。 It was Putin and plenty of other things that Biden got wrong because, frankly, with Putin, Ukraine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srael attack, both October 7th and today,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hen he blamed price gouging and junk fees, but all of America knows that the real blame for this nightmare lies with one person, crooked Joe Biden. 美国财长耶伦结束访华行程，回国接受美媒采访时，再次渲染所谓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并表示美国不排除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包括可能征收额外关税，以阻止所谓大量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 I've been very clear in my discussions with them that this is a concern not only to us, but also to other countries, to Europe, to Japan, and even to emerging markets, India, Mexico, Brazil.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能向中国征收额外关税时，耶伦并没有直接回应。I wouldn't take anything off the table as a potential response, but we really want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本月4号至9号，耶伦展开他财长任内的第2次中国行，成为今年以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内阁成员。访华期间，耶伦频频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方发难。更值得警惕的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美国财长耶伦将在下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拉拢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表达担忧。外界也注意到，七国集团成员国如加拿大、法国、德国等都曾对中国出口表示担忧。欧盟则是以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风力涡轮机等产品展开所谓反补贴调查。美方跟这个欧方在一些问题上的诉求，它也有所不同。尤其是我们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就是欧方现在越来越强的，就是自我主导、自我政策的这样一个意愿，是不是美欧会加强联手？ 共同对中国打压，我个人觉得还取决于中美欧三方的这样一个博弈。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随着4月11号美国商务部再将6家中国企业添加到实体黑名单，拜登执政期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实体总数增至319个。
相比之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前总统特朗普主政白宫期间，共有306家中企被列入。虽然中美在诸多领域正展开激烈的博弈和竞争，但沟通仍在推进。4月15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同美方举行会谈，双方就推进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就中东、乌克兰、朝鲜半岛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继续落实好旧金山愿景，保持各层级交往，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中方就美近期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涉华错误言行，特别是拼凑美日菲小圈子和搅乱南海形势，表明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还阐明了在台湾、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阻碍中国发展，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制裁，停止对华经贸科技打压。